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的真心法教的 Kevin。这期影片我要跟你们探讨一个现象，你们有没有发现，有非常多的投资人他们跟着趋势、跟着题材、跟着夯股一起投资，但是他们投资这些夯股的时候呢，反而赔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那这期影片我会跟你们逐一的分析。然后呢，在影片的最后呢，我会跟你们分享我们要如何稳健的去投资这些题材股。那我相信对你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是初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台美股的投资知识的话呢，记得订阅追踪。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也可以订阅追踪我的 IG 还有脸书哦。那我马上开始。好，我们先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买夯股总是在赔钱呢？为什么会这样？那夯股到底要怎么样投资才可以赚钱呢？那在我们探讨这个原因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我们先来盘点一下2021年如果去投资夯股的话，可以赚多少？各位应该知道吧？长荣海运因为 COVID-19 来的时候它接收到了非常多的转单的效应，然后造成它的一个营收大幅的上升，然后它的股价呢，从2021年初的时候的50块直接涨到了2021年中的时候206块，但是它现在股价呢，竟然腰斩，只剩下100了。为什么会这样？那第二个例子就是特斯拉，特斯拉也是一样，它在2021年的时候美国开始进行一系列的一个绿能政策，并且特斯拉也在2021年的时候纳入了 S&P 500指数，这些因素导致了特斯拉的股价瞬间翻倍，翻了好几倍。然后呢，在2021年初的时候它的股价一股甚至来到了880块美金，但是它现在股价是多少？只有790块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在2021年这一年当中，它的报酬率竟然是-10%。为什么有这么多夯股，我们投资的时候这么难赚钱呢？那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大纲。我们今天的大纲呢，主要有3点。第一点就是我会跟你们分享空中楼阁理论，第二个就是磐石理论。那这2大理论呢，是传统的投资人他们所使用的2大理论。然后第3点呢，我会再跟你们分享我们要如何稳定的投资夯股赚钱。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回顾。我们要了解现在的状况，我们就来看一下过去有没有发生相同的事情。那我这边呢，举的例子是荷兰的郁金香泡沫。那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是在17世纪的时候，17世纪的时候荷兰有一位植物学家，他从国外引进了一种植物，那个植物叫做郁金香。然后呢，荷兰的贵族看到这个植物就觉得，哇哦，这植物真的是太漂亮了，它的花瓣怎么那么美丽啊？所以呢，贵族他想说，这个花朵这么漂亮，非常的符合我贵族的这个风格他就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价钱买进了这朵花朵。然后呢，这教授还有一些商人发现说，贵族会出比较高的价格去买这个郁金香的花朵那他们会怎么样做？他们就会开始去种植郁金香，或者是再从国外引进更多的郁金香进来。然后引进进来之后呢，又有贵族持续的购买，这导致了郁金香的价格慢慢的往上升。然后这慢慢往上升的趋势也被这些平民老百姓发现了，像是工人然后农人还有一些奴隶都发现了。他们就认为说，这价格怎么一直上涨它是不是有一个价值存在它应该是值得投资的所以呢，他们也加入买郁金香的这个行列，然后导致郁金香的价格一直蹭的往上升。在最疯狂的时候郁金香的价格甚至在1个月内翻涨了20倍，这是非常的夸张。那个郁金香那时候一株的郁金香甚至可以供养一整艘贸易商船20名船员1年的伙食费那这个价格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当然有一天会破裂嘛。那为什么会破裂呢？那就是有人会想要获利了结嘛，这是人的本性嘛。所以说呢，在1637年的某一个月份它郁金香的价格瞬间雪崩式的下跌完全无预警的雪崩式下跌，跌到郁金香一颗价格甚至跟1颗洋葱的价格一样，这是非常的惨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是跟一个投资理论有关系，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空中楼阁理论。空中楼阁理论呢，它是建立在一种心理因素上面。它是怎样呢？它是分析投资大众的心理，然后抢占投资的先机。那各位有发现吗？空中楼阁理论它并没有要判断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好不好，它只是判断投资大众的心理，然后抢占买进的先机。那这个空中楼阁理论有一个人讲得非常的好，这个人呢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叫做约翰梅纳德凯因斯。他说空中楼阁理论投资人他不会把精力花在说这家公司盈余如何，这家公司有没有竞争力，这家公司未来发展如何，他都不看这些。他会看什么？他会看市场或者是投资人的未来行为。也就是说他判断说这个东西未来会涨，
所以我就买进去。就算它现在一个价格非常的高，我也买进去，因为只要后面有人接手的话，那我就是赚。这个有没有一种想法，就像是有一颗石头1000块钱，你买不买？正常人不会买嘛，但是空中楼阁理论的人就会买，他会说，因为我只要能用1100块卖出去，我就赚了。那这就是空中楼阁理论的一个原则啦。那其实空中楼阁理论也有人在戏称它叫什么？叫做更大的笨蛋理论。也就是说前面一个笨蛋买进去之后，只要后面还有一个笨蛋再买进它这个东西，它就会赚钱的。那这就是空中楼阁理论。那这也是造成世界上非常非常多的金融危机经济大泡沫，都是因为这个理论所造成的。那既然讲到这个理论，那我们一定要再介绍另外一个理论。另外一个理论叫做磐石理论。那磐石理论跟空中楼阁理论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磐石理论才不管你们投资人在想什么呢，他认为的是什么？每一种工具都有一个明确的价格标准，也就是它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他会想办法去了解一个股票它的内在价值大概是多少。所以当一个股票的价格去大于它的价值的时候，代表说现在的股票的价格是比较贵的，那这时候呢，他就会卖出这个股票。那当股票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的时候，这代表什么？代表说现在股票比较便宜嘛，那比较便宜的时候呢，他就会买进这档股票，因为他认为价格最终都会向价值靠拢。那这个就是磐石理论它最核心的一个概念。那磐石理论它要如何去判断一个企业它的核心价值呢？其实它主要有4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预期成长率，也就是股票的价值等于公司未来能发放的股利。也就是说你公司假设能存在10年，那10年当中它所发放的股利就是这家公司它的内在价值。当然它有算一些折现或是贴现的一些公式那我这边讲的比较简单。所以说你的原则就是你只要你的盈余和你的股利成长率比较高的股票，它就愿意出比较高的价钱去买进这家公司。这就是磐石理论的原则1。那原则2就是预期股利，就是当你的公司有发放比较高的股利，然后呢有进行一个股票回购的话，那投资人呢会比较愿意用高价去买进。那什么叫做支付率？支付率就是你的股息再除上你的每股盈余，也就是说你这家公司你赚越来越多钱，然后你的钱呢有很高的比例去发给股东的话，就是回馈给股东不管是用股利或者是公司的股票回购，他认为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公司就是它的原则2。那原则3，风险程度。那风险程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公司有非常多家的公司，他们条件基本上都相同，但是有一家公司它的风险比较低，可能就是说它的负债率比较低或者是它的商品比较有竞争优势等等，那么他们投资人就会使用比较高的价格去买这家公司，因为他认为这家公司它的价值就是比较高那这是原则3。那原则4就是市场利率。当你的市场利率是属于比较低利率的时候他们投资人愿意出比较高的价格去买进股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当你的市场利率低的时候你不管是定存还是债券，他们的利率也会非常的低。那这时候你把钱放在这种上面基本上没赚到钱，所以呢投资人就会把钱转移到股票当中。那这就是这个的概念。所以说磐石理论的投资人他们认为的高内在价值就是它要有高成长率，然后呢成长期间要高，再来就是它的股利发放比例要高，然后呢股票的风险要低，然后市场利率要低，他就认为说这样就是比较有高内在价值的股票。那把磐石理论发扬光大的一个投资理论是哪个理论？各位知道吗？那个投资理论就是价值投资理论，也就是巴菲特。那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论就是以磐石理论为基础，然后开发出来的价值投资理论。那它的3大原则就是他要评估一家好公司，然后合理价，长期持有。然后呢，巴菲特他所说的话最大的名言就是说，他看的是价值，他不会去看价格。那我们现在介绍完了空中楼阁理论，还有我们的价值投资的磐石理论。那么这2个理论它们有非常大的不同。然后呢，空中楼阁理论呢是造成股市泡沫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用空中楼阁理论去做夯股投资的时候一定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风险。那我们夯股到底要怎样投资才比较稳健呢？那这边我要跟你分享夯股稳健投资的3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判断这个夯股它未来5年的 EPS 可以持续增加。那如何去判断这未来5年的 EPS 可以持续增加？其实你就要去判断这家公司它过去以及它公司的营运状况到底好不好，它有没有竞争优势，它的本业赚不赚钱。如果它本业赚钱的话，就算这个夯股的趋势或这个夯股的题材忽然间反转了，它还是有自己的本业可以支撑，这样就比较安全。再来就是第2点，你不能在高估值的时候买进去。那夯股的估值方式彼得林区就有讲过夯股的估值方式它是使用 PEG 来做估值。那 PEG 是什么东西？ PEG 就是把 PE 放在分子，然后盈余成长率放在分母，然后这样除起来，如果它小于1的话呢，彼得林区就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价格可以买进。那彼得林区呢，它的绩效是非常惊人
它在过去它投资的10年当中啊，它的年化报酬率是29%，这是非常的高吼。然后呢，第三个原则就是你要在磐石理论上去寻找空中楼阁。也就是说，你还是可以使用空中楼阁去做投资，但是你使用空中楼阁做投资的前提，就是你要使用磐石理论。你还是可以去找题材股，你还是可以去找趋势股，但是这些趋势跟这些题材股，它的这些股票，它们的基础面，也就是它们基本面啊，要稳定，要能赚钱，这样子的话呢，投资起来才会比较安全。因为这样子，就算是你后来趋势不见了，或是你的题材消失了，你这家企业才可以比较能支撑住它的股价。好，那我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2个投资理论，一个叫做空中楼阁理论，一个叫做磐石理论。那空中楼阁理论呢，它比较像是心理学的概念，就是它去判断说，投资人他未来的趋势，他要怎样做投资，然后来抓这个趋势最起始的时候。那磐石理论呢，它只是不去看这些趋势，它是看这家公司它的基本面好不好。那我们投资人呢，可以用比较弹性的一个状况来做投资，就是我们将这2个理论给合并在一起，然后一起做投资的话呢，我相信对你们绩效一定会好非常多。好，那我是不随意这股市，只真心马价值 Kevin，我们下期片见喽，拜拜。